大家好，我是飞雪。下面我来解说一下这个游戏《Nuclear Throne》核子王座。它的前名叫废土之王，就是 The Wasteland King。为什么它从 Wasteland King 改成 Nuclear Throne 这个名字呢？是因为它那个 Wasteland 能跟一个大作游戏废土，就是这个名字有冲突，所以说他在上 Steam 之后，他把这个游戏的名字改成了叫做这个核子王座，但是我们这个中文名继续把它理解为废土之王就比较好，因为现在在网上搜索的话，主要都是以废土之王这个名字来能够找到这个游戏，当然通过核子王座也可以找到。那这个游戏呢，在 Steam 上面是 Early Access。那现在它的那个价格是12.99美元，也就是13美元的样子。那打折的话恐怕比较困难，因为作者说在正式 Steam 上面发布之后，就是最后那个正式版之前，它基本上不会有打折的可能。所以说，如果喜欢的话，那就请原价支持正版吧。那这个游戏，那我们从这个我最喜欢用的这个角色 Chicken 开始，那其他那些角色我在以后的这个视频解说中我会再进行这个详细的再解说。那下面我先使用这个 Chicken 这个小鸡这个角色，因为我对它比较熟悉，也用的比较好。那国外的一些玩的比较好的那些玩家，他们能够玩3-4周目的，他们都是用这个角色的。其他的角色的话，除了这个 Crystal 钻石之外，基本上很难能够闯得比较远。那我们现在来对这个版本的问题，因为这个废土之王这个游戏，它的这个 Steam 版嘛，它这个每一周更新一次。那现在呢，这是第30周的更新，就是第30版。据我了解，开发者好像是要在第40周的时候，可能就会转正，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准备要正式在 Steam 上面发售了。具体的价格的话，我也不太清楚。那我们既然现在是 Early Access 的话，就是抢先尝试，那我们先开始吧。那下面我们开始进行这个 Chicken 小鸡这个冒险。它的这个技能呢，它是有2个技能，一个呢是被动技能，另外一个呢是主动技能。被动技能叫做 Hard to Kill， 就是说它很难被杀死，就是说当你的 HP 你的血量到了0之后，它不像其他的角色能够立刻死亡，就是这个游戏就结束了。而呢，它就是说它有个濒死的状态，它的身体跟头会分开，然后还允许玩家在这段濒死状态的情况下，能够有大概5到5秒钟的时间吧，能够允许玩家在这段时间里面吃那个血的补血，或者是血包，或者是说杀怪补血这样子。那它的这个主动技能呢是减速，就是说按照鼠标右键。手柄或者是那个其他的一些控制的我就不清楚，我是用键鼠的，所以说那这个右键减速，它就是能够屏幕会变灰，然后呢我们这个角色和场景中的一切的东西都会就是说减半速左右吧。那如果说这个小鸡在未来的那个变异升级的时候，如果吃到了一个主动技能升级的那么一个变异的话，它就能够在减速的同时，它的这个武器的这个 CD 就是冷却时间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那对于玩家来说，升级那个减速的这个主动技能将会非常有用。那唠叨这么多了，那下面我们开始吧。1-1关，这个小鸡的默认武器是一把这个武士刀 Chicken Sword。它的默认血量是8血，这个小兵是最常见的一种敌人。使用左键攻击，这个地面这个是弹药，
这个武士刀在攻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向前探的那么一个效果，所以说大家在玩的时候要注意。刚才我捡起来的这个武器是 machine gun， 这个理解为机关枪吧，其实挺像这个汤姆逊这个冲锋枪的。那这个武器呢，它是使用的这边第一个弹药种类就是 bullet， 这个子弹。我们先用一下，就是这样子。那刚才我为什么能够捡起来？就是说，当我按键盘的1键的时候，它就能够装备；按 Q 键是能够切换武器。我们这个武士刀是不使用任何这个弹药的，所以说它能够无限的使用。那下面我们继续。武士刀还有一个好处，它的威力是能够就是说把敌人的那个子弹给扫走，或者是有一个反弹的那么一个效果。当然这个武士刀的这个冷却时间很短。那在把一关的所有的怪物都杀死之后，我们是能够被一个黑洞所吸引进去，那就是这一关的出口。你瞧左上角这个东西是理解为经验值槽吧，虽然说这个里面的这个固定的词语叫做变异，那就理解为经验值。那经验值满了之后，到2级之后，它就能够进行一个变异的选择，咱们这里统称为叫做升级吧。那这个等级总共是从1级到9级，那9级满了之后呢，是不能够再进行这个升级的。所以说你玩家通过这种升级的方式能够获得的变异只能有8个，就是1到9，就是8个。那这4个这个升级分别是，第一个这个是击中敌人的子弹，就是这种弹药型这种子弹类型的武器。我现在用的这把武器，这个机关枪就是一个这个子弹武器。那用这个子弹类武器的时候，就是说打到敌人的时候，有一定的几率能够让这个击中敌人的子弹就是不会被消耗。你会在未来的时候看到屏幕上会显示很多加1 bullet 的这个情况。那这个第二个的话是这个鹰眼，那就是说增加玩家武器的这个准确度。基本上选择这个了之后，基本上是秒哪打哪的了。那这个第3个呢，是说能够给你的血补满，并且呢还能够给你补充很多弹药。第3个这个是我理解为防爆装置或者是防火装置，它的意思就是说，你玩家不在低于1半的血的时候，像小鸡这样子，当它的血是4或者是以下的时候，受到火的伤害或者是爆炸的伤害是不会受到任何的减血的。那因为这一个升级是本游戏想要玩2周目以上的话，基本上属于一个必要的升级，所以说我们这里我是一定会选择的。那我现在选择这个。这个第一个区域嘛，它总共有3个小关，我们先到第2个小关。这个绿色的这个物体是经验值的一个这个晶体，打破之后就能够出来很多这个经验值。刚才这个蝎子，平时我们要砍它的话，就是说它不喷东西的时候，砍它是需要砍3下，用这个武士刀。那如果说它喷东西的情况下，它的防御力就会低很多。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趁此间隙把它一下子给它干掉。这个是个弹药的这个弹药箱，旁边那个是武器箱。那我们换掉，把它换成一个来福，就是说连发的。咱们试一下。好像是一次发4发子弹，挺好的。那就1-2完成了，咱们去1-3关。1-3关会有 BOSS， 一个小 BOSS。在进入这个关卡一定时间之后，它会出现。瞧，出现了。它的攻击比较可怕，它这个冲刺如果说被冲刺到的话，会立刻没血，所以说一定要小心。
使用这个武士刀来把这个1-3的这个 BOSS 干掉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说在大家不熟悉的时候尽量不要用。那我现在把它换成这个铲子，铲子的威力很强。刚才我受到这个蝎子的，就是接触伤害是扣了5血，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非常强这个铲子很强。那下面有这个第2个，咱们刚刚解说过了。那下面这个升到3级了嘛，第2个升级。那这个第1个呢，就是说在杀敌的时候，它能有一定几率给你补充弹药。第3个这个是说，在你的就是说生命值比较低的时候，它能够加快你的这个武器的冷却时间，就是意味着血越少攻击越快。那第4个这个就是说能够加强那个经验值以及弹药或者是血包的那个吸引的力度。那对于就是说位置比较恶心的那种情况下，你不想说走到跟前把那个弹药或者说血包或者经验值给吃掉的时候，用这个就能够帮你吸引过来，然后吃掉，是个比较有帮助的功能。那我们这里先不选择，那我们选的第1个。我这里的战术一般是以就是补充弹药和血为主。现在我们到2-1关，这个第2个区域呢，这个有很多老鼠，老鼠碰一下呢是2血。因为我有这个铲子呢，所以说它能够一下子干掉你，不需要搞2下。这个大老鼠呢比较麻烦，要搞比较多次。现在血不多了，好了，那现在我们就死了。这就是咱们这个主动状态，它能够在没血的状态下面，能够再给你玩一会儿，给你补血。那下面我们重新再开始。哦，对，这个第2个区域呢，它现在只有1个关。它未来的话肯定会补充到3个关卡的，所以说现在先不要着急，咱们继续往下，咱们重新开始，继续使用小鸡。这个虫子喷一下是1格血，如果遇到要点我会讲的。这个是弩。弩的威力很强，但是冷却时间也很长。咱们试一下，这样子它的时间很长。用弩来打那个蝎子的话，就是一发1个。刚才那个是可以理解为虫穴吧？不想用多次的那个来打那个蝎子，咱们就直接使用那个弩来一键搞定。那下面这个升级，那前3个分别是第1个是说，玩家受到的任何伤害都会给屏幕上面的所有敌人造成同等值的这个伤害，指的是屏幕内的，并不是说整个关卡内的。那第2个的话呢，就是说增加你的这个弹夹的上限，一般来说是乘2，这个布里弹药是255的上限提升到555。那其他的这个 shell， 这个是剑吧，还有这个是 explosion， 就是爆炸类的，以及这个能量，它们都是从55升级到99。这一个是说敌人碰到你会受到伤害，这个我在之前玩的时候觉得这个升级是很没用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这个升级是对小鸡是有特效的。咱们知道这个小鸡它在濒死状态下面的时候，它是能够乱撞的，它的威力也非常大。它碰一下的话，基本上咱们就举一个例子，碰一下那个1-3关的 BOSS， 碰3下就死了。
那平时我们的武器的话，至少要打5次以上，就是看它的威力，打5次以上才能够干掉。就例如这个弩，它要射5箭才能够把那个1-3的 BOSS 给干掉。那这里的话，我们用这个，因为我们碰那个1-3的 BOSS 它是不会受伤的，所以说我们不用打它，直接碰它3下就可以死掉了。那这里的话，我会选择这个弹药的上限。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虫呢，石刀需要砍4下。瞧，怪物的尸体是能够飞的，在飞的情况下呢，就会先把干这边处理掉。怪物的尸体是能够有伤害的，是非常有效的。瞧这个虫子，如果说全部死了之后，它飞出去的那个尸体是能够造成很大的伤害的。这一个呢是可以理解为一个就是含有大量经验值的一个虫穴，咱们打它，这样先砍一下，再砍第2下。这个是比一般的虫子是多大概1半的2倍的这个，就是说平时那个虫子只能掉1点的经验值，这个绿色的虫子能够掉2个经验值，就很好。基本上遇到的话就可以大丰收了。现在我们4级了，那这样的这一关结束之后，我们就能够升级2次。刚才我捡的这个子弹类武器是这个3连发的这个枪，这个机枪。下面这个升级，第一个是减血，就是说怪物的血量减少，好像我记得是10%还是20%来着。这个第2个呢是说能够增加这个物品的掉落，主要是指就是说杀敌之后原地掉落的那个弹药的补充以及血。那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能够让怪物的尸体的那个飞行的更远，伤害也更多，也更多。那第4个这个理解为就是说，在杀死敌人之后，玩家的武器的这个冷却时间能够缩短40%，这个是我查百科查出来的。那这里的话，我自然会选择这个增加这个物品的掉落，因为刚刚升4级嘛，从2级升到4级呢，自然需要2个升级，所以继续。这个升级呢，就是说这个弩类的武器是有穿透的效果。就举个例子来说，那平时的话，在没有这个升级的情况下，那一箭射出去之后，它就会可能会在一个敌人或者2个敌人之后，它就会停下来。那有这个升级之后，它就会一直从敌人的身上穿过去，除非是些很强的怪物才没法穿过去，是很有效的。对于这个喜欢使用这个弩的武器的玩家来说是很有帮助的。第2个这个是说，杀敌之后有一定的几率补血，它是一定几率补1滴血。这个说过了，这个也说过了。那咱们现在是选择这个补血，杀敌补血。这个老鼠比较烦，所以说咱们在玩的时候必须要小心。那个绿色的家伙就是它有散弹枪，威力比较强，所以咱们一定要小心。我刚才使用了这个减速的效果，这个绿色的家伙它上面就喷了1枪。不过我个人玩的时候，我不太喜欢依赖这个减速的效果，因为其他的因为小鸡本身就很强了，如果说再利用这个被动效果、主动效果，这样的话，这个游戏基本上不用怎么玩了。我喜欢给这个游戏增加一些难度，千万不要接触那个大老鼠，它也是受伤很严重的。
那我现在换掉，我不太喜欢这个弩这个武器。现在到这个区域3，这个是个狙击手，杀死之后它会有这个爆炸的效果。这个乌鸦呢血也挺多的，它能够在射的时候，它射子弹是能够一次发射3发，是个比较难缠的敌人，而且它还会飞。刚才我中枪了没有？他这个狙击手在瞄准我之前都会有一个这个准心，这个太好了，自动闪枪，自动喷子，就是相比于这把来说，它就是连发的，是非常有用的武器。我建议玩家在玩的时候，我建议玩家在玩的时候最好就是不要在那个狙击手的跟前把它消灭，这样很容易被炸伤。你瞧，像现在这个情况，我是已经处于这个零血濒死状态了。那么这个时候正好出现了这一个升级，我现在5级嘛，它能够给我的这个血上限加4点，并且再给我补4血，这个是很有用的。那这一个呢是说能够让玩家的移动速度来增加。那这里我明显要选择这个加上限血，变成12点了，这样子我就不死了。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不选择使用这个喷子？因为这个比较，我希望我使用这个弹药是在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所使用。其实这把武器应该是属于前期我最喜欢用的武器，它的冷却时间非常短，我很喜欢这把武器。好，血补满了。刚才那个石像现在暂时先不说。像这个地形比较恶心的情况下的话呢，就很难不受伤。其实我觉得吧，这款游戏与其说是一款弹幕游戏，其实也蛮考验大家就是玩家用这个地形的。3-3这个 BOSS 是一只大狗的被告，它能够就是说发射很多这个东西，环状的、螺旋状的。它的血量也很多，所以说很可怕。瞧我刚才开了多少枪才能把它干掉？所以赶紧补一下东西。好了，这一关完成了。我的这个 shell 弹药，这个 shell 已经有99了，就是满了。那这个 bullet 弹药135，这个第4个是说，所有的补血除了杀敌补血之外，就是血包和那个血箱，它都会进行2倍的补血。那这里的话，既然我们的血上限已经到了12点了，所以我们理应该选择这个2倍补血，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增加掉落这个升级了，所以说我们选的这个是个不二的选择。4-1关是第4个区域，现在也只有1个小关。这一关的话，这个是绿蜘蛛吧？绿蜘蛛碰一下的话呢是很受伤的，所以说大家在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刚才的那个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去哪了？就是这个，不要碰它，碰它也很伤的。
那个可以理解为来福重机枪，不是，那个好像是可以理解为是连发的这个，就是发3发还是4发的这个重机枪的这个弹药是挺强的，但是也不够这个好。这个自动散弹非常强，就得换掉，换成这个叫做镭射来福，能够连发。这把武器会成为我最终使用的一把武器，我非常喜欢。第5个区域呢，就是很恶心这个它经常会有这种类似走廊的这种情况，很可怕。这个坦克会瞄准我，然后呢，它射出103的子弹，很可怕。现在我需要节约弹药了。大家也能看到，现在我的这个弹药不多了。这个雪人拿的车是很快的，还好躲过了，很可怕，真的非常可怕。说实话，这个情况刚才我没有死，真的是万幸。由于吃了那个增加杀敌掉落的这个升级，所以呢，我现在弹药补充的很多，这是个很有用的这个东西，我建议大家尽可能的多使用。这个我忘了这个前面说了没有？这个第2个这个是说防火或者是防爆的这个装置，这个升级，它能够在玩家受到火焰或者是爆炸的伤害的时候，就是如果玩家的血量是低于50%的时候，低于或者是等于50%的时候，它是能够不会受到任何的扣血的。就例如现在我是12点，如果说我到6点或者6点以下的时候，我是不受到任何伤害。那这一个是说，咱们现在不是这个Shell的武器嘛？Shell的武器它的这个弹药呢，撞到墙之后，它是能够有更远的反弹的这个距离。是对于喜欢用散弹的这个玩家，或者是刚才那个 Slugger 这个重机枪的玩家呢，就是很有帮助的。这个就是我说的，玩家的主动技能是能够得到一个加强，就是说你在减速的时候，小鸡在减速的时候，它的这个武器的这个 CD 时间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那我会选择这一个，这个是最好的。一开局我要立刻的先扫清这个，我很讨厌这个地形，非常恶心。刚才呢，那个 IDP 在游戏中可以理解为警察，他把IDPD 这里面是有，这游戏中是有3种的。像这一个是说一般的这种敌人，他是会扔出炸弹，或者是说射一些子弹出来。那这个呢是理解为这个盾牌警察，他是除了能够射出很多子弹之外，他还会在一定情况下把他的盾牌给立起来。除了某一些爆炸武器，或者是喷火类的武器，或者是那个镭射，或者是能量武器，包括镭射、闪电，以及那个能量的近身武器之外，都是会受到反弹的。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把镭射这个来福枪？也是因为它就是为了能够打这一个盾牌这个兵。那现在我们把这边敌人消灭干净了，继续。这个情况，这个呢就是说第2种，它呢是能够吸引玩家过来，强制吸引玩家过来，而且呢它还会射出一发那种子弹，就是说那种重机枪的子弹，
如果中枪的话，你不管多少血也会一枪就会没血。刚才呢，这个石像，我把这个石像破坏了之后，它不是能够进入这个隐藏的这个关卡了？其实它并不是隐藏关卡，它是个皇冠房。这个皇冠房呢，就是说它那个石像是这样子的：当就是说杀死敌人之后的那些经验值会被石像给优先吸取。如果说石像的经验值已经吸满了之后，它会身上会发出那个绿色的那种闪的，一闪一闪的那种东西。这样的时候就可以把石像破坏，就可以进入这个皇冠房。那皇冠房呢，它是在1周目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敌人的。那咱们先进去，不是在第一次进入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敌人的。那皇冠呢，现在这个是比较丑的嘛，也可以看到。皇冠呢，这个是说只能够同时具有1个皇冠的效果。在使用这个皇冠的时候，它是一次性的。这里解说一下，第一个是随机，第二个是什么也不选，第三这个是说每完成1关就能够给你抵6点血，同时这个关卡以后呢，它就不会掉落任何的这个血包的这个补血的东西了。那这一个第4个这个是说减1点 HP， 而且还有个复仇的效果。这个呢，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血上限会减1点，就例如如果现在我们选了这个之后，它就会变成11点上限这个血量。那同时呢，这个 Revenge 复仇呢，就是说在玩家真正死亡之后，全屏的怪物都会被秒杀。这个可能听起来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于那些就是说追求最终杀敌数的那个技术统计的玩家来说是很重要的。那这个第5个就是说 pickups， 就是说这个掉落嘛，就是包括弹药呢或者是这个血包的这个补充，是能够就是增加这个弹药和血包的这个补充的量。就例如平时我们补充那个血的话，血包只能补充2点，普通状态下，那这个呢就会变成3点。同时呢，这个就是说它这个掉落的东西它会消失的更快。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如果说玩家没有那个就是吸引掉落的或者是经验值的那个升级的话，最好不要选择这一个，我个人不太建议。这一个就是这个第6个，就是说没有弹药的，就是弹药不会再掉落了，就是杀敌不会掉弹药，但是呢，它能够在杀敌之后掉更多几率能够掉落武器。这个好像也不是特别有用，因为咱们在玩到后面的时候，基本上武器都成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皇冠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这一个说实话，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基本上没用过这个。倒数第3个是血皇冠，就是说能够有更多的敌人。这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如果选择了之后，它能够有更爽的游戏体验，因为玩家会发现，如果选择这个之后，游戏每一关中的怪物会多非常多，甚至会使到这个游戏会变卡。那这一个倒数第2个就是说命运皇冠，那就是说它能够给你有一个额外的，就是说例如你如果到9级了，已经有8个升级已经满了，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一个能够给你有一个额外的升级的选择，并且呢你以后的这个在你就是说9级之前嘛，你选择了这个之后，你以后的那个升级的选择只能选择1个，而不是4选1的。
最后一个是这个爱之皇冠，就是说所有的武器箱子会变成那个弹药的箱子。那对于玩到后期的弹药的很不充足的情况下，那基本上都是选择这个了，是非常有效的。那我这里的话，自然会选择这个爱之皇冠。皇冠这个东西同时只能有一个，就是皇冠房能够多次进入，也可以多次选择皇冠，但是一次就是让皇冠的效果有的情况只能有一个，就是不能够累加皇冠效果。5-3关有一个 BOSS， 所以说我需要赶快把这个清平。这个会飞，而且在死之后会到处乱炸，很可怕。所以说，基本上这个5-3关，如果你没有高 DPS 的武器的话，你基本上一开始就会被消灭的，是很可怕的。这个黄金斧头，不，黄金锤子。黄金锤子呢，就是说它能够有更短的 CD 时间，但是这个游戏怎么说呢？它这个冷兵器的这个太弱了，就是 CD 还是太长，所以说这里不推荐。差点就把这个汽车扔过来了，吓死我了。好了，完成。下面到6-1。6-1的名字叫 Lab 实验室，视野有限。这个死灵法师会召唤出这个小怪物，很烦。当然，如果想刷经验值的话，你可以留他不杀。这里没必要，我觉得就先杀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节约弹药的原因。在这里会非常的耗费弹药。好了，下面就到7-1关，是本游戏最难的一个区域。那先说升级，第二个是说能够增加这个近身武器的这个攻击范围。第三个这个是能够降低怪物的这个子弹的这个速度。那我们这里明显是要选择这一个，能够让这个弹幕的子弹能够有更多的反应时间。下面开始。刚才由于我选，因为我是窗口模式，所以刚才我走过去了。千万不要碰到这些绿色的家伙，非常受伤，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好了，7-1关勉强的过了。所以大家应该能够体会到为什么我说这个第7个区域这么难。纵使我是已经有了这么强的武器，还是很快就死了。地形不好，躲不了子弹，也没办法。这个家伙，他是能够全面范围内走来走去，并且他如果说看到玩家之后，他会有一小段时间等待，然后呢，以全屏的范围射出一些子弹，伤害也很多。在这个第7个区域里面，这个 Palace 这个区域，
警察也会很多。所以说，如果这个盾牌这个警察如果很多的话呢，基本上不用玩了。我刚才的那个散弹，它是会被散弹的这个子弹会被这个盾牌兵给反弹的，所以说我就只能够通过镭射来打它。但是镭射的这个攻击范围也是有限的，不是辐射的方式，所以就说没有那个时间去打它。还有一种怪物呢，是说它会在全屏的范围内走来走去，而且它还会穿墙。它在墙里面的时候呢，它是不能够受到强烈的打击的。那下面的话呢，我这第一期的这个废土之王的解说就到这里。那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那我们第2期再见。